所周知，米奇大师目前在水下脱困的最短时间是259秒，今天他将挑战在240秒内脱困。让我们一起预祝米奇大师挑战成功！头怎么越来越晕？这水味道不对，有人在水里下了药。钢笔被封死了，该死！米奇总是这样，为了表演效果，他每次都假装十分的害怕。这情况好像不太对啊！他好像站不动了！这怎么了？有人吗？快叫人呐！我是医生，他这是窒息了！快！米奇，他打不开，快来人了！米昨夜蝉联3届世界魔术大赛冠军的米奇大师，在水中脱困表演之际，不幸遇难身亡。警方在水中提取到了剧毒成分，表演所用的玻璃缸也被人做了手脚。我这是重生了？小泽，你可算醒了，太好了！昨天吓死姐姐了。这是原主的姐姐莫离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？没有。死哪儿去了？不知道你爷今天过寿辰吗？二叔，小泽他……少废话，赶紧带着那小家伙往过走。还有，魏明少爷今天来提亲，好好打扮一下，不要给我们墨家丢人。小泽，一会儿在爷爷的寿宴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怕，有姐姐在呢。这对姐弟也挺可怜的，父母走得早，留下的魔术馆又被二叔贪心盯上，看在原主的份上，帮他一把。行，走吧。据说墨家创始人乃前朝戏法大家，临终前创出这幅《清明安夜图》，表演之际活灵活现。何止是活灵活现呀！当时表演的时候，这不光人物，连树和湖都给活了一般，所以一时名震燕京。那位创始还留下祖训，后世解开《清明安夜图》者为墨家正统。可他死后，墨家一直无人能勘破其中秘密，重现清明安夜之盛况。小泽，你在这等一会儿，姐姐去接个电话。清明安月图确实精巧，可惜对我来说不过尔尔。是道具箱。就它了。哎，茉莉姐弟还没有来，真体统，太不像话了！哎，什么？清明暗夜图居然活了！哼，果然如此，太不像话了！啊？什么？
清明暗夜图居然活了！快看，画里的人竟然动了！这就是墨家顶级魔术清明暗夜吗？太神奇了！是谁？是谁？是谁激活了清明暗夜图？哎，你们看，消失了！难道是光的原因？看来光靠光线根本不够啊！那当然了，如果真这么简单，早被人破解了。现在只有那位神秘高人知道清明暗夜的秘密啊！若是能找到那位高人，求取秘密，那墨家定能在魔术界大放异彩。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找到这个高人。明白？小泽，你这是？没事，随便走走，咱们快进去吧。走啊！爸，祝您万寿无疆啊！爷爷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爷爷，二叔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爸的寿辰都敢吃到。果然呀，翅膀硬了，连你爷爷都不放在眼里了。爸，必须赶紧收回莫离手中的魔术馆，否则不知道他以后还会骄纵到什么地步呀！那就是墨家的小废柴墨泽呀！据说已经9岁了，结果连最简单扑克牌都起不顺了，简直丢尽了魔术世家的脸。爷爷，小泽昨天出车祸了，一直昏迷，刚醒。够了！满嘴胡言！爸，莫离一个女人，又带着墨泽这个拖油瓶，魔术馆的生意是越做越差，稳妥起见，还是赶紧收回来呀！是啊，爷爷，这莫离一个女人，怎么可能撑得起这么大的家业？你们天天派人来捣乱，让我怎么做生意？闭嘴吧！分明是你自己没本事，还好意思怪别人？哟，怎么不服呀？你们姐弟俩和我们兄弟比试一下，谁要是赢了，这魔术馆就归谁。你们敢吗？跟老子比魔术，好罕见的挑衅！有什么不敢的？谁怂谁王八！小泽，好啊，小子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莫离，你弟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亲口答应了，这事儿可不能反悔啊！小泽，你上当了，他是故意激我们。废柴就是废柴，本来我哥只是想激下莫离，没想到他竟然上当。平时不吭气儿，一开口就坑亲姐姐，还真是个好弟弟。这小子魔术上没天赋也就算了，脑子还不好使。坑姐呢吧？这完全是坑姐呀！啊，确实是拖油瓶，难怪墨家不放心莫离手上的魔术馆啊。小泽，以后不能这样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行了，跟这小家伙废什么话呀？等着交出魔术馆吧。等一下，小子，比试是你自己答应的，临阵反悔可别怪我不客气。魔术馆本来就是我们的，输了给你们，赢了一无所获，不公平。我们要是赢了，你们的魔术馆给我们，我们敢吗？一言为定，反正你们这对废柴姐弟也不可能赢，那就抽签比试，3局2胜，谁后悔谁王八。顺道请在场的诸位做个见证。好，能现场看墨家人比魔术，难得的很呐！没错，今天可得大饱眼福啊！开始吧。公平起见，烦请各位的宾客帮忙抽个签。我来。魔术复原，顾名思义，互相复原对方魔术，成者赢，败者输，双方都成或者都败，平局。你们先还是我们先？我先来。小泽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听话，坐一会儿，姐去准备一下。
这小子扑克牌都洗不明白，上去能干嘛？丢人吗？差点坑了莫离呀！真是真不懂事。莫离也是，还把他惯成这样，这辈子完了。他这是打算？不知道啊，这别急，先看看。各位，我即将展示的是新创魔术穿洞取果，请各位看仔细了。好，哎，要这。真的假的？不会是道具吧？不是道具，是这番姐，你们看。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是真的啊！是。洞竟然没了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牛逼呀！该你们复原。这是我最近结合2个魔术研究组合出来的，希望木海墨通没那么快想明白。虽然结合了2个魔术，但没有什么创新，想要难住对方，估计有点难。雕虫小技而已，大哥，我来。好样的，小童。各位，请稍等片刻，我去准备一下。这墨通信心满满，应该是胸有成竹了。估计是这样的。哎呦，好。现在知道自己是废物了吗？还是乖乖交出魔术馆，免得自取其辱。行了，现在该我们展示。你们俩给我看仔细，否则一会儿复原不出来的时候，别哭。他想干什么？不知道啊。诸位，爷爷先卖个关子。美女，挑一张你喜欢的牌。黑桃3。包包。诸位，看好了。我去，牛逼呀！怎么做到了这个？比对一下，是不是刚才那招？哎呀，
竟然真是同一张！各位，我这魔术变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得明白吗？完了，这我还是第一次见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复原。看不明白就赶紧认输，进入下一局，别在这耽误时间。雕虫小技，嘚瑟个屁！你一个连牌都洗不明白的小玩意儿，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？你也不怕风大了闪了舌头啊？茉莉，你爹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管管？小泽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墨海这一手不容易。我复原不出，第一局你们赢了。算了，1局而已，剩下2局我再出个手，肯定能赢。废柴就是废柴，依我看，后面2场也不用比了，直接认输吧，免得丢人。哼！少废话，向南魔术馆赶紧下一局，再废话我们立马走人。你行，小废柴，非要自取其辱是吧？我成全你。麻烦各位抽一下第2轮的比试内容。我来。扑克竞猜，这是经典魔术，花样多得很。方式不限，猜对赢，猜错输，双方都错平局，都对精彩者获胜。为了确保公平，我们都用对方的，没问题吧？可以。这把谁先？这把上把我们，这把你们。小东，你学聪明了，想先看看我们的路数。无所谓，我不仅能猜对，还能猜得比你们精彩。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一切算计都是徒劳。麻烦2个人选一张，让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放回去，不要让我看到。算了，还是你们姐弟选吧，免得输了不服。好，正好不知道怎么出手呢，既然他要自取其辱，那我就成全他。小泽，选牌而已，也不影响大局，去就去吧。小东西可得选好，这局再输了，最后一局也不用比。听说过反派随话多吗？小东西，等魔术馆没了，有你不？你可以继续洗，继续切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无论你怎么洗，最上面那张都是你选的。这么自信啊？真的假的？不知道啊。这小子什么情况？就这么让莫通分？是打算直接认输吗？妈，这小废物不按套路出牌，他不行，即便我猜中，也难免让人觉得我做了手脚，我不高明，不精彩。啊，我忘了，你是个连洗牌都洗不明白的小废物，洗不了怕丢人就直说，装什么深沉嗓？既然他洗不了，那就换个人，免得猜对了说我自洗自切出老千。我洗不明白，那你可看好了。这手法太炫酷了吧！不是说这小子连牌都洗不顺畅吗？肯定是谣传。来吧，继续你的拙劣表演。小子，洗了个牌而已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等输了魔术馆，有你后悔。不是说他怎么洗怎么切都是第一张吗？赶紧开吧，我们还想看呢。对呀，我们都想看呢。要不我去开，可以吗？有人愿意开牌更好，免得有人输了耍赖。我来给大家开牌，看是不是刚才那张。各位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。你们什么表情？他抽的是黑桃 Go， 可不是梅花。不可能。
我不信，彩排这种基础魔术，我怎么可能失手？确实是黑桃，我刚特意拍照了。啊，不信你看。不信问你爸呀，他也全程看着呢。小东西，是你搞的？怎么输不起？菜就别显摆，见证奇迹你也配？丢死人了！行，小东西，这把算你运气好，我猜错了，你们姐弟俩也未必能猜对。开始下一轮吧。樊姐来为宾客抽张牌。等会儿，刚才我是让这小废柴抽的，这一轮公平起见，必须要我来抽。等一下，小东西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敢让我抽？难道你们姐弟心里有鬼？抽之前先在内府抽一张。你什么意思？抽一张。爸，这小东西究竟想干什么呀？不知道呀，总觉得这小子今天有点邪乎。小泽今天怎么感觉跟以往不一样，奇奇怪怪的。要不你就抽一张吧，我们也想看看这小子想干什么啊。对呀，抽就抽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废柴能搞出什么花样。然后呢？不错，再在这副里面抽一张吧。第二张就是第一张的牌面，如果不是，这局算我输。小泽，不可！哼，小东西，你疯了吧？这2张牌都是我选，连我都没有看过，你们姐弟俩更是碰都没碰过，你哪来的自信？这是魔术，不是魔法。这小子不会真以为自己会魔法，想要什么牌面就有什么牌面。爸，魔术馆放到这种蠢货姐弟手里，迟早呀得败光啊！哗众取宠，上不了台面的跳梁小丑，和莫七三阴婚阴事，怎么有你这么个孙子？小泽说着玩的，不算。众目睽睽之下的比试，岂能不算？莫离已经输了1局了，这局再输，第3局就没必要比了吧？本来这局莫离哪怕是猜错了，那也是平局，结果现在倒这小东西直接认输了。这莫离也是够可怜的，年纪轻轻父母双亡，还要伺候废柴弟弟。莫离，听到了，你这废柴弟弟就是个灾星，就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爸妈留下的魔术馆是怎么输掉的。各位，看仔细了。什么？这2张一样？他猜对了，怎么做到的？不可能，我不信，他怎么可能？最高端的魔术往往采用最简单的表演手法，某些人花里胡哨还猜错了，有什么不可相信的？你给我闭嘴！小东西，你这纯粹就是蒙的，不算，这局作废。众目睽睽之下的比试岂能不算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你怎么，我输了就必须算，你输了就作废？你要点脸行吗？我不管是不是蒙的，对了，就是赢了。没错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说不定这小子真有什么高深手段呢。他有个屁的手段，他纯粹就是运气好。总之这一把本少不认，除非小废物。既然你这么嚣张，那最后一局咱们也别抽了，直接玩点大的。咱俩1对1，革纸必长兵。要是你还能赢，本少就算你有点实力，敢吗？不行，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，但小泽还只是孩子。我现在就带小泽回家。革纸必成兵，这魔术风险大呀，随时可能会见血。
这墨通哪是比试，分明是要废掉墨泽。哎，爷爷，你看他，这最后一场耍赖，分明就是不想交出魔术馆。就是呀，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这魔术馆可不能败在他们手上。混账东西！你们俩要敢走出这个家门，你们就不是墨家的人。爷爷，您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他这根本不是想要比试，分明是想要废了小泽的手。他还只是个孩子，那不怪你吗？你要好好的教出魔术馆，有今天这个事儿吗？啊？那是我爸妈留给我和小泽的遗产，凭什么呀？混账！你翅膀硬了是吧？啊，敢当众顶撞老夫了啊！你信不信？今天我把你逐出墨家！莫离，你看你把爷爷给气的，这大寿的好日子全被你给搅乱了。爷爷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孝孙女？真是墨家的败类！你们少废话！你要么好好的教出魔术馆，要么乖乖的比试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墨家就没有你这对不孝的姐弟。我们比。小泽，没事，开始吧。为了防止别人说我们作弊，有请2位朋友上来，帮我们把袋子顺序打乱。我来。好。好。有30秒的时间观察，之后2人轮流选择一个袋子拍下，谁拍到钉子谁输。小东西，可得好好选，别上来就把手废了。真废物才需要观察。小泽，别冲动，直接拍，这小子也太嚣张了吧！真能装，有种你拍一个看看。小泽，别听他的，姐先帮你看看啊。没事，不用了。哎，你，哎你。有惊无险啊！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！靠，竟然没拍到钉子，戳死他！该你了。蒙对了而已，有什么可得意？哼，说的挺轻松，你也蒙一个试试。对呀，魔头，快选吧！你不会是怕了吧？总不能不如一个小孩子。闭嘴！谁怕谁？都看到了吧？这很难吗？废话真多。等一下，刚才是你先拍的，这第2轮得我来拍才公平。我就选你的这个。随便你。什么？这小子也太随意了吧！现在袋子就剩2个，钉子就在其中之一啊！一旦选错，必定血溅当场。小泽，别冲动，墨桐选那个一定有他的把握。那个里面确实没钉子。什么？那怎么办？小子，你不会要反悔了吧？现在没有，但马上就有了。斗转星移。小泽，小东西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这是魔术，不是魔法。这小子在干什么？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吗？拿自己的手做儿戏。好好好，你这么厉害，那咱们一起拍，敢吗？谁怂谁孙子。有种。小泽，不要，相信我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我们早已安排妥当，等死吧。3、2、1。小童，
这小子又赢了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赢一次是运气，可这一直赢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已经怎么了？提前作弊了吗？小崽子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说！我搞的鬼？他自己抢的那袋子，是我搞的鬼吗？要怪让他选那袋子的蠢货。爸，爷，我的手烫。小偷，来人，快来人，带小偷去医院，快！伤成这样，手估计是废了。这魔术师没了手，还能做魔术吗？这辈子完了。现在3局比完，胜负已定，该履行毒约，交出你们的魔术馆吧。给我闭嘴！有没有想到底？残害你堂哥，还想霸占你亲叔叔的魔术馆？我墨迹山怎么有你这么一个狠毒的孙子啊？要么交出你们姐弟的魔术馆，向你的堂哥认罪，我还可以网开一面；否则，我要将你们逐出墨家。对，必须交出魔术馆，否则滚出墨家！你们比试是你们提的，何止避开长钉也是他提的，袋子更是他自己抢的，受伤了怪我们，这么多宾客看着你要点忍心吗？你墨家确实有点欺负人了。为了霸占人家的魔术馆，逼着人家比试，这比不过吧，就打算直接道德绑架，准备强占啊！好歹也是魔术世家，吃相也太难看了，难怪一天不如一天。你们给我闭嘴！我们墨家的私事儿，轮不到你们在这指指点点。你们两个听到了没？爸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被人嚼舌根子，还不敢交出魔术馆。二叔，你能不能讲讲道理？明明就是闭嘴！反了你了，敢跟我顶嘴了是吧？果然是翅膀硬了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么交出魔术馆，要么墨家再无你容身之处。我们走，这种薄情蛮横的家，我们不待也罢。反了你，小混蛋！你给我想好了，莫离啊，你这样纵容他胡来啊？啊！只要走出了这个门，以后你就是跪在我面前，老夫也不会让你们重回墨家，你别后悔。后悔？没机会霸占魔术馆，该后悔的是你们。放屁！滚出墨家！谁后悔谁是孙子。联姻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再不给个准话，本少可就换人了。哎呦，是魏少啊！能跟魏少联姻，那可是我墨家的荣幸啊！一定答应，一定答应！我不，这渣男四处糟害女子，天海谁人不知？爷爷，我要嫁给他，我就毁了！闭嘴！你闭嘴！我们已经被逐出家门，这联姻谁答应谁去？你谁怂谁孙子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哎，小崽子，你听不出来那你爷爷说的气话吗？还真想攀出墨家家门？你这个数典忘祖的东西！你姐姐能嫁上魏少，那是她的荣幸，她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可由不得她。哼，不知好歹，魏少那可是天海青年魔术大赛的冠军，前途是不可限量啊！你还有什么可挑剔？错过了魏少，你就等着后悔去吧。这魏明虽然人品不香，但天赋确实没得说。据说他的夺冠魔术硬币转移术至今无人破解。没错，听说幻象魔术馆生意越发惨淡，表演的魔术都是些老掉牙的魔术。小李，如果你嫁给我的话，本少就把硬币转移术交给你，保证让你们幻象魔术馆起死回生。硬币转移术？什么雕虫小技，也好意思炫耀？小子，你说什么？魏少奇诺，这小子今天靠运气赢了几把，是飘的没有边了。您可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！小子，你敢看不起我的魔术？哼！不过本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跟我赌一场。如果你能破解本少的硬币转移，本少立马滚蛋，绝不纠缠你姐。如果你破不了，
就立刻让你姐跟我去魏家，你敢吗？一言为定。小子，你好，大家都听到了，是他自己说的，我可没逼他。小子还不懂事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这事不算。不算？那你的意思是他在耍我？你出去打听打听，上一个耍我的人是怎么死的？你什么意思？老老实实让他跟我赌完这一把，赢了我立刻走人，输了你跟我去魏家，再敢推三阻四，我定让你们姐弟无天海消失。小子，你太冲动了。魏明和莫童不一样，他可是天才，公认的天才魔术师。硬币转移术不是你能参透的。莫离说的没错，就算这小子凭实力赢了魔童，但也绝不可能是魏明的对手，更别说是破解魏明最巅峰的硬币转移术了。这莫离啊，终究难逃魏明的魔爪了。狗屁实力！这小崽子什么水平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他呀，只是靠运气赢了小童，把运气当实力，不知死活。硬币转移啊，那可是需要真技术，不是随便猜个牌、拍个袋子可就能赢的。本来呀，莫离还能再拖着点儿，现在好了，等这小东西一输，莫离要是再敢不答应，魏少那可就能名正言顺的带他走了。小东西，你呀，可真是把你姐给害惨了。姐，是相信我。小子，够狂！不过本少今天高兴，可以现场给你演示一下，免得你输得太惨。竟然能当场观看硬币转移术，赚了啊！咱们今天不白来。没错，看过本少表演视频的都见过这个盒子吧？来，大家都看看，仔细检查检查，有没有什么猫腻？就是普通盒子，这也没什么猫腻啊。这是本少表演用的硬币，这就是一普通硬币啊？没错。好，这桌子是墨家的，这块布也是墨家的，大家也可以检查一下。没问题，这就一普通桌子吧。既如此，各位看好了。现在我将通过摩擦，将手里的4枚硬币从右手转移到左手。第1枚，第2枚，第3枚，以及第4枚。诸位，现在我说这4枚硬币已经从我的右手转移到了左手，大家信吗？我不信，我也不信。但之前视频上确实转移了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剪辑出来的。视频可以剪辑，但现场表演不会。诸位，看好了！天哪，竟然真消失了！稍安勿躁，下一步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竟然真成功了！这可比视频里震撼多了。魏少果然厉害，真是让人大饱眼福呀！小子，看得明白，要是看不明白的话，你姐可就得跟魏少造了。雕虫小技，也就骗骗你们这种傻子。你，哼！等你姐被魏少按到床上的时候，我看你怎么嚣张。魏少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各位，想知道吗？想，当然想了。可以，那本少就再演一遍。小子，你看好了，本少只演最后一遍。不用了，你可以滚，我来。你这小子难道已经看穿本少的魔术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怎么怕输？那你现在就可以滚了。放屁！本少会怕你。给你就是。来，魏少，不会有问题。
放心，我已经偷偷把核心的道具顺了下来，没了它，这小子变个屁。原来如此，看他这个样子，分明就是没有看出隐藏道具的存在。没错，就等着他输吧。那就好。小子，本少可以再给你点时间，好好研究研究，免得你输得太惨。让我研究，你也配？看仔细了，你第一枚、第二枚、第三枚、第四枚，各位信吗？这4枚硬币已全部到了我的左手中。当然不信，你也以为你是魏少？小子，不怕告诉你，这个魔术还有个隐藏道具，刚才没有给你。隐藏道具？我就知道魔术不是魔法。肯定的嘛，这里边肯定藏着比观众看不到的隐藏手段。如果是这种情况，这小子还怎么演啊？演个屁！这4枚硬币要是在他的左手，我当场全部吃了。希望你有个好胃口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竟然真转移了！魏少不是说把隐藏道具拿走了吗？看来跟莫通比试的时候根本不是靠运气。这不可能啊！这没有道理啊！是不是比你的雕虫小技要高明？你在表演开始的时候，看似将装满硬币的盒子放在桌子上，其实右手已经悄悄拿走了硬币。既如此，诸位看好了。不对吧？真像你说的，那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装满硬币的小盒呢？那是因为他一直藏着第5枚硬币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为什么最后盒子又空了呢？盒子并不是空了，而是那枚硬币的背面贴了黑布。他右手在移动的时候，悄悄把硬币翻过来，因为跟桌布同一个颜色，所以看起来就像空了一样。看好了。没错吧？该死！他悄悄拿走的隐藏道具就是这枚贴着黑布的硬币。他以为我没有用那枚硬币做障眼法，真将装满硬币的盒子放在右手上。可人外有人，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敢称天才？谁给你的勇气？还有，记得把硬币吃了。你真没想到。这小子竟能一眼看透魏少的魔术，那这废柴之名纯属谣言，说不定是莫风想要夺魔术馆，故意抹黑。那你这干什么？吃啊！可恶，莫离这个小贱人，本少必须得到。小子，闭嘴！若是本少技不如人，自然认。但今天这一局，本少不服。这是本少大赛之际当众表演的魔术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肯定是有人悄悄破解之后进行了升级，被你小子学去了。这不公平！说了那么多，就是想耍赖呗。小子，说话别那么难听。这样，我还有个从未展示过的魔术，如果你还能破解，本少立马走人。魏少说的对，这小子怎么可能会看破魏少？他就是运气好，提前学过。就按魏少说的来，表演一个从未展示过的魔术。如果这个小崽子还能破解的话，才算赢。之前信心满满嘲讽我破解不了，现在破解了又不认，堂堂魏少还有墨家人，你们能不能要点脸啊？我们走。等会儿，这是爸妈的遗物，怎么在你这儿？还给我！若不想本少摔了他，就给我老实点。别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再跟我比一场，我就把玉佩还给你，否则我就把他摔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按魏少说的来，这可是你爸给你妈当年的定情信物，你要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摔了，这个不孝的东西！大伙都看到了吧？啊，知道老夫为什么非要收他的魔术馆了？他就是个白眼狼，根本就没有资格继承我儿子的产业。我墨家怎么会出你这种不孝的东西？够了！一群败类，排放率这么高，也不怕砸了自己！你
是可以，但如果这局你再输了，你不仅得滚，滚之前还得跪下给他道歉。若是你输了，莫离不仅要嫁给，还得跪着爬到我位置。可以，雨欣给我们痛快，够女人。小泽，放心吧，我今天什么时候输过？当然是下一把了。小贼，忘了告诉你，我这个魔术乃是跟米奇大师的弟子唐睿所学，保证你破解不了，你敢输吗？什么？米奇的弟子？这魔术一定非同一般。真没想到，魏少竟然搭上了米奇大师的弟子。京海第一魔术世家的底蕴，果然非同小可啊！小崽子，我就不信你能看破米奇大师弟子的魔术。你就等着输吧。不过某些人到时候可就要爬着去魏家了。唐睿，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弟子？哦，想起来了，一个花钱和米奇吃了顿饭的记名弟子，屁都不是，能教你点啥？混账！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对唐大师不敬？哎，魏少，魏少息怒，咱们还是赶紧表演吧，我们还等着看莫迪跪倒魏家呢啊！对，小子，你姐爬向魏家的时候，我定找人全程直播。麻烦那个红衣服的美女给我摘枚树叶。谢谢啊。各位看好了，我手中除了这枚叶子，什么都没有。小子，看好了，这可是唐大师自创的绝技。这厉害啊！哼，袖子里藏了个硬币，有什么技术含量？小黎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现在我手里没有任何东西了，衣袖也被我抹了上去。藏不了任何东西了吧，小子，看好了，又出现了。这太神奇了吧！你们猜，这些硬币还在不在我手里？肯定不在了。虽然我不知道魏少是怎么做到的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本少还就不让你猜中。那你们现在再猜猜，硬币还在吗？衣袖都被抹了起来，根本藏不住，肯定还在。那你看好了，3、2、1，竟然真的消失了！精彩，真是太精彩了！不愧是米奇弟子创作的魔术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小子，知道唐大师的厉害，现在跪下磕头道歉认错，并收回对唐大师的不敬，本少可以免去你姐的爬行。你要是现在滚蛋，我可以免去你磕头道歉。光起来，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。各位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他硬币消失的秘密。他早就趁你们不注意，将带着磁铁的无影线藏在手中，在树叶遮挡的时候，悄悄将硬币吸在磁铁上。衣袖都被抹了起来，根本藏不住，肯定还在。
那你看好了，3、2、1。原来如此啊！就算你知道硬币如何消失的，又能怎么样？你知道它是如何来的吗？对呀，这魔术最神奇的地方在于硬币怎么出现的呀？这怎么解释啊？都说了，他第一枚硬币是提前藏在袖子里，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那后面的硬币呢？对啊，后面为啥把袖子挽起来？这总不能继续藏。他竟然也能做到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简单的很，无非就是在硬币上做了点手脚而已，根本就没有4枚硬币，有的只是4合1的套娃硬币，看到了吗？够了，小子，算你也狠！本少认栽。等等，是不是忘了什么？磕头道歉呢？撞死！本少堂堂魏家少爷，让我跟这个贱人道歉，他配吗？混账！你要魏少跪下，谁给你的胆？魏少，您息怒啊！我们墨家一定好好劝劝这丫头，让她乖乖的嫁给您啊！魏少，你息怒。滚！本少说了，输了绝不缠着他，说到做到。但是，本少敢保证，这个贱人一定会来求着本少。你休想！哼！新一届天海魔术师协会会长竞选即将开始，我大哥魏江势在必得。等他成了会长，你们姐弟的幻象魔术馆就等着关门吧。魏江要真成了会长，想封杀幻象魔术馆，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啊！这墨泽虽然厉害，可终究是敌不过权势啊！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给魏少道歉，求他继续娶你啊！怎么，你还真打算让幻象魔术馆关门吗？这可是你父母一辈子的心血，要是因为你的一时任性被封了，你对得起他们吗？啊，是啊，快去呀！你不孝的东西！你爸爸妈妈怎么是眼里出了一个白眼狼啊？你爸爸妈妈怎么是眼里出了一个白眼狼啊？闭嘴！堂堂魔术世家，却被一个魏江吓成这样，丢不丢人？会长竞选，人人都能参加，只要我抢了那魏江，谁封杀谁还不一定呢。哼，就你抢魏江的会长，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承认，今天你确实让我刮目相看。不过那个魏江可不像魏明，那可是能吊打天海无数老一辈的魔术师的顶级天骄。那魏江还不到40岁，便有了问鼎会长的资格，水平可见一斑，绝对不是魏明可比的。即便墨泽今天表现耀眼，也绝不可能是魏江的对手。我堂堂大夏魔术师协会会长，我是小小魏江的对手。哼！无耻狂徒！我怎么有你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孙子？有你这样偏心霸道的爷爷，我也觉得丢人。依我看，咱们还是一刀两断，别往来了。我们走。哎，你要混账东西，你敢让他滚让他滚！等到魏江把幻象魔术馆封了以后，你看他们俩肯定跪在墨家的门口，向老夫求救认错。小泽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以魏江的实力，竞选谢会长绝对十拿九稳。到时候封杀我们魔术馆，绝对是一句话的事儿。那可是爸妈一辈子的心血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如果我要是乖乖嫁给魏明，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但魏明是个渣男，我真的……放心吧，不是你的错，有我在。魏江那个会长
休想上去！小泽，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好像今天跟开窍了一样，什么东西都能一眼看透。可能是昨天被车撞了，刺激了某些神经，激发了魔术天赋吧。我们走吧。小东西，还真打算和魏江抢会长？我告诉你啊，到时候丢了人，可别说是我们墨家的人。咱们早就一刀两断了，别来套近乎。大哥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像这种残害兄长的小东西，早就该逐出家门了。菜就多练，怪别人，你们算什么本事？小东西，你别得意，等魏少当上了会长，你们姐弟等着他西北风吧。各位，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这届换届大会。老夫年事已高，协会的未来还是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吧。韩会长谦虚了。天海魔术师协会近些年来蒸蒸日上，韩会长可功不可没啊！没错，谢谢大家支持。话不多说，为了彰显民主与公正，凡是天海的魔术师都可以参加比赛。老夫希望这个舞台能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希望大家踊跃报名。我赵家报名，我陶家报名，还有我曹家。小子，你不是要和我哥竞选会长吗？怎么怂了？我也报名啊！这小孩谁啊？不知道啊，谁家小屁孩？有没有家教？什么场合都敢瞎叫吗？曹兄误会了，他是墨家的墨泽，他可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是真的要和在场的诸位竞选会长呢。看你们干的好事儿，我墨家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完了。诸位，误会，这姐弟俩忤逆不孝。今天我当着天海同道的面，正式宣布，将他姐弟俩逐出墨家。从此以后，他姐弟的言行与我们墨家毫无关联。是吗？那以后可别再舔着脸向我来要魔术馆了。我呸！哼，等魏少当了会长，一个被封的魔术馆有个屁用！没错，送我都不要。诸位，安静。墨家姐弟，他父亲墨川当年对我有恩，就当还墨川一个人情吧。既然说了民主与公正，即便是小孩子，只要他有上台表演的想法，老夫认为也应该给个机会。多谢韩会长，好好加油啊！此次比赛，我们以协会的名义邀请了1000多位魔术界的专家，在场内场外和现场进行评分，分高者得胜。接下来有请各位参赛者上台表演。首先有请赵家赵宇先生上台表演。小子，你不过运气好，赢了本少2局，就想竞选会长了，简直狂妄！就等着丢人吧。手下败将，有什么资格逼逼巴巴的？你，咱们等着瞧。好会，好。感谢刚才各位选手的精彩演出，下面呢有请魏家魏江先生重磅登场，有请。小子，我哥上了，等着输吧。各位，先检查一下。谢谢。各位，瓶子鸡蛋都检查过了。根据瓶口的尺寸，这鸡蛋无论如何都塞不进里面。我今天要做的是跟大家一起见证奇迹。
大家都睁大你们的双眼，我要开始了。这就进去了。各位随便检查。这瓶子没问题。就是呀，这鸡蛋怎么进去了呀？就是你看这，太生气了，怎么做到的？相当精彩的表演。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专家们的线上投票。魏江的票数果然第一，不愧是天海年轻一辈第一人啊！其他的魔术我还能看出来点门道，唯独魏江这个真是让人费解。别说咱们了，网上各位专家也纷纷表示没看出点门道呢。会长之位非魏江莫属。嘿，小 Z， 刚才不是要跟我哥比试吗？还愣着干嘛？上啊！这小子之前就是坐井观天，现在见识到了魏少的手段，肯定被吓住，哪还敢上？小 Z， 怎么不说话了？上次不是连接我2个魔术吗？有种把我哥的也解开啊！雕虫小技，分分钟可解。就你这水平也想当会长？我随便表演一个都能碾压他。小 Z， 你可真能吹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这实在是没憋住。这小子说他分分钟就能破解我哥的魔术，还说随便演一个就能碾压我哥。这小子吃错药了，哪里来的自信？要真有这水平，会被逐出墨家。爷爸，咱们还是离远点吧，跟他在一起太丢人了。爸，你说咱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傻崽子呀？小子，我魏江自幼视魔术为生命，说我人不行，我无所谓。但是你敢侮辱魔术，要么呀你演一个让我服，要么你自己消失，选一个。让你服很难吗？让我服很难吗？小子，有种啊！听说你要竞选会长，这样，你要是能破解我的魔术，那么我今天所得的票全归你。但是你要破解不了的话，你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，敢吗？当然，大不了输了就和某些人要耍个赖呗。什么情况？魏明输给了这小子？听说前几天的墨家连输2场，连个小孩都赢不了，还去年魔术大赛的冠军，真丢人。没用的东西，魏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我搞东西，敢让本少丢这么大的脸，我发誓定要你好看。给我研究一下，总行吧？拿走。哎哥，这不会有问题吧？这小子看着挺有把握的呀。你以为我是你？这瓶装鸡蛋是特制的道具，仅此一件。这小子又没有，他怎么演？难道他当众把鸡蛋装进瓶子里？除非他是神仙。小 Z， 不是说分分钟的事吗？大家可都看着呢，别打脸了。小子，你要是主动认输的话，本少可以高抬贵手，让你只道歉不用磕头。但是你姐弟俩垃圾魔术馆就没必要再开了，生意惨淡成那样，真是丢天海魔术界的脸。各位，我现在手里只有1个瓶子1个鸡蛋，我也没有多余的瓶子和鸡蛋。我要是能将它取出来，也能算破解了这魔术吧。该死，这小子真看出来魔术的秘密。什么？不好，他偷了我口袋的鸡蛋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哥，你这一世英名怎么可能栽在这个小子手里？各位看好了，不好！什么？看，真的记出来了！这也太厉害了吧！鸡蛋和瓶子，各位可以随便检查。
鸡蛋没问题，瓶子也没有问题。这种情况确实可以证明他破解了魏江的魔术。难道魏江的票数真的全要给他？墨川这个儿子倒是出乎我料。愿赌服输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魏少果然跟你弟弟同一个货色，都是一个输不起的赖货。闭嘴！本少向来说到做到，所有的票数给你可以，不过你之前说过，随随便便表演一个魔术就能碾压本少。本少告诉你，见识见识。没错，小子，想要竞选会长，就得说到做到。你若是能拿出一个魔术碾压我哥，让他解不出来，这个会长让给你当，绝无二话。否则啊，怎么服众呢？魏明说的没错，想要当会长，怎么也得露一手，让咱们服吧。对，必须让他露一手，露一手。墨泽小朋友，你这么快就破解了魏江的魔术，实在是厉害。不过要想服众，必须还来点真的。你参加了竞选，想必也是有准备的。要不就来表演一下？也行，不过要是输了有些人再说，可就说不过去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能表演一个本少破解不了的魔术，我绝对说到做到。会长之位，我双手奉上。但是呀，你要是表演的魔术太过垃圾，被本少秒过，会长还你。碰出来。好。既然如此，老夫愿亲自为你见证。谁要是敢耍赖，别怪老夫翻脸不认人。好。墨泽小朋友，你不需要准备一下吗？不需要。最高端的魔术往往采用最简单的表演手法。某些人花里胡哨，终究华而不实。传令下去。魏家能调的所有人都给我看直播，群策群力，不管这小子表演的什么魔术，都给我第一时间破解出来。这是本少能反击的唯一机会。明白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吧。表演结束。你小子这是演了个啥呀？这搞笑来了吧？快看那里，他影子没动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没有影子，他是鬼吗？回来！我的天哪，竟然真的回去了！这简直不是魔术，是魔法！太神奇了！魏少，跟你们破解了，来吧。有人能解出来吗？哥，这影子停留术在网上早就疯传了，但都是剪辑的。这他现实中怎么搞出来？这不科学，根本就没法解呀！这小子到底在哪学的这个手？魏少，快演了！要是没看清楚，我可以再给你表演一遍。回来！精彩，太精彩了，太牛了！服了，我真的服了。魏江，该你了。怎么说？该死！我自幼钻研魔术，夜以继日苦修30年才走到今天，难道真要败给一个小屁孩吗？魏江先生，请您给句准话。技不如人，只当愿赌服输。这是大夏魔术师协会理事薛林，薛大师。薛大师，薛大师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傅，薛大师竟然是魏江的师傅，难怪魏江这么厉害，原来暗中是有名师在指点。据说薛大师向来护短，这魏江是他的徒弟，这次他怎么能帮他找回场子，反而让他愿赌服输呢？韩兄，魏江技不如人，天海魔术师协会会长由墨泽继任，我代表大夏魔术师协会表示支持。好的，薛大师。还有一件事，7日后将有大量魔术师齐聚大夏，参加米奇会长的葬礼。我大夏的死对头东瀛魔术师协会副会长宫野恒江，因年轻时受辱于天海，特提出要与天海魔术师协会会长约生死斗，败者必须当场切腹。切腹？
我说薛大师这么好心，原来在这儿等着呢。宫野横江可是东瀛赫赫有名的魔术大师，别说魏江，就连韩会长，乃至薛大师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这种情况，谁上谁必死。拒绝不就行了？拒绝，传出去让人觉得大夏怕了东瀛，丢了整个大夏的脸，名声可就臭了。上就是死，不上遗臭万年。这薛大师哪是想让出会长之位啊？分明是帮着魏江扔掉了点着的炸药包啊！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小泽应战宫野横江。韩会长，这会长我们不要了，行吗？你当我魔术师协会的选举是过家家？我当然，是否参加由莫会长自行决定。我们走吧。哼，幸好冒出个莫泽，要不然这会长就是我的了。等他死了，会长依旧是。当然，就算他避战不出，丢了大夏的脸，千夫所指，会长也得留住。还是你的。多谢师傅。小子，这次我看你怎么应付。小子，哦，不对，莫会长，您到底是选择避战遗臭万年，还是选择硬刚宫野横江当场切腹？您自己做选择。自己选择。宫野横江，一个手下败将而已，竟然活够了，正好送他上路。听说宫野横江马上就到，小东西马上就要死了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让你嚣张蹦跶，还敢抢魏少的会长，也不撒泡尿照照你。呸！果然啊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他们两个就只配当那个替死鬼，是真该死。小泽再怎么说，身上也流着墨家的血。闭嘴！老夫已将你们逐出墨家了，别扯头关系了，知道吗？嘿，走吧。你们算了，我们走吧。那个小孩就是天海魔术师协会的新会长。什么新会长？就是天海推出来送死的。薛灵得知宫野寒江约斗的时候，生怕那魏江当上会长，急匆匆的就赶过来了，没想到被这小孩截胡了，激动的差点笑了。小子，你就是天海扔出来的替死鬼啊！天海乃是大夏魔术协会的第一分会啊，可如今为了活命却推出一个小孩来送死，简直是不要脸啊！要不这样，把第一分会的名号让给我们云州，我们云州替你应战。我们云州人不怕死，正好也让天海的鼠辈们都看一看我们云州好汉的血性。天海这次确实太无耻了。第一分会，这全都是贪生怕死之辈，真是丢人呐！都怪莫泽是小畜生，害咱们整个天海魔术师跟着你笑。潘越呀，你别胡说，这小子是凭实力战胜本少当上会长的。就他击败你，你问问在场的诸位，信不信啊？啊！小子，只要你当众骂天海魔术师们都是一群鼠辈，贪生怕死，我就教给你几个高级的魔术，帮你应战宫野横江。这小子毕竟是名义上的会长，要真这么说，那天海魔术师协会的名声可就臭了。那他活该。没错，谁让他们逼一个小孩出来送死呢？潘越在我面前怂得连话都不敢说，没想到背地里这么嚣张。看你们墨家养出来的好东西，他要是敢让我们天海的同行蒙羞，我定让你们墨家从天海出名。这小东西他要真答应了怎么办？我哪知道？小娃娃，考虑好了没？教我，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也配？臭小子，你说什么？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东西，不过是魏少推出来的替死鬼，还真把自己当会长，竟然敢挑衅潘越。潘越再怎么说也是云州分部的会长，其实他能挑衅？潘会长，人家可说了，你的魔术可都是三脚猫功夫，连小孩都能嘲讽你，
这传出去以后还怎么混？人中分部会长，回家种田吧。小子，好大的口气，如此嚣张，敢不敢跟我比一场？如果我输了，我认栽；如果你输了，你就当众宣布，你们天海都是一帮废物，并且把第一分会的名号让出来，你敢不敢？有何不敢？怕你个三脚猫吗？闭嘴！他就是妓女。好，堂堂分会长一言既出，可不带后悔的呀！你们就等你们的会长一会儿就亲自宣布，你们是一群废物，并且主动让出第一分会的名号。这潘越啊，可真鸡贼，趁着天海分会推一个小孩上去送死，不仅要压天海分会一头，还要夺了第一分会的称号。这第一分会啊，终于要易主了。谁让他们贪生怕死呢？活该！这小东西什么都敢答应，分明是要害惨我们天海分会。你还有脸说？天海要是丢了第一分会，你们墨家也跟着消失了。那我就给你来一个最简单的钞票复原术，我怕太难吓唬你。拿去做个记号。潘会长，你把100元钞票的碎屑复原成了50。潘会长，你就算是不识数，这颜色总该分得清吧？啊！哎，你这复原术是跟小孩学的吧？怎么回事？快呗，还能怎么回事啊？这才是复原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潘越竟然被一个小孩给戏耍了。林州这次啊，脸丢大了，我都替他尴尬。这小畜生竟然能赢潘越，太不要脸了！道具都藏不好的魔术师，就别出来丢人了。再送你个悬浮术，菜就多练练。臭小子，你！各国魔术师到。小子，我认栽，但你也不要得意，赢不了宫野横江，你就等着切腹。宫野横江虽然只是副会长，但东瀛会长一直空缺，他代行会长之权，乃是东瀛魔术界的第一人。以往大夏只有米奇一人能够将他灭下去，这米奇刚一死，就忍不住前来挑衅了。上来就挑天海这第一分会约斗，分明是在试探大夏魔术的能力。莫泽惨了，臭小子！赢了潘越又怎么？宫野横江绝对不是你的对手。等你死，我要亲自将你做不要活。听说天海魔术协会刚个换届，新会长请出列，是否应战，请明示。小泽，没事，放心吧。我什么？堂堂大夏魔术协会第一分会会长，竟然是个小孩，这是糊弄鬼了吗？啊！要比赶紧，不比滚蛋！闭嘴！师伯，大夏分明就是在侮辱你，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子，不配让您出手。不如您让我代劳，先收拾这个小屁孩，再教训大夏鼠辈。大夏的混蛋，弄个小孩上来，老夫就算是赢了也不光彩，倒不如让江户川先生嘿。可以屁！战书上说好的，咱俩比试3局2胜，你徒弟上课怎么回事？明白多了一局，小爷没空。你江户川替我出战，
输赢都算我的，也是在3局之内，这样都满意了吧？也行，能在不浪费时间的情况下，他非要自取其辱，那我就成全他。这小子也太狂了吧！江户川自取其辱，他可是宫野横江的亲传弟子，东瀛年轻已为第1人。真以为赢了潘越就能这么嚣张吗？谁给他的勇气？我倒要看他还能狂多久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小子，我定让你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！废话真多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比啊？为了节省时间，找一个我们双方都擅长的魔术，我们一起演，谁演得好，谁赢，如何？我都擅长，你随便。这狗东西真的是狂的没边了！现在越狂呀，这最后必死的越惨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我最擅长空间魔术，你敢吗？奋牌到底！好，枪，小子，看好了。点化成真，怎么做到的？小子，回吧。不会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换个简单一点的。这可比钞票会员税难多了，不知道这小子能不能做到。江户川想必是有备而来，莫泽，有点不过人家是有备算无备，这下有点不是悬了，就这小子的水平，怎么可能是江户川的水平？他输定了。不用，既然你画墨镜，那我画个墨镜盒，可以吧？当然，比的是技法，不拘泥于外形。他竟然做到了，怎么可能？这小子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小子，能做到这一步，你确实很出乎我的意料。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开始。雕虫小技。小子，既然你这么自信，那接下来我们只比一场，输的人直接切腹，干吧！上来就玩这么大？说好的3局2胜，这江户川是打算一上来就秒杀莫泽？以江户川的身份和地位，对付一个小孩，赢了也不光彩。开场秒杀才能稳住他的名声，就不知道这莫泽敢不敢？这小子向来狂的没边儿，说不定真敢。小泽，别，事关生死，别冲动。放心吧，就依你。小泽，这小子早就狂的没边了，谁劝都没用，等着给他收尸吧。人狂必有灾，他蹦跶不了多久了。小子，接下来才是空间魔术的关键，把这副墨镜瞬移到其他地方。看好了。等一下，你想反悔，松得这么快啊？我就知道他只会吹牛，事到临头根本不可能。丢人现眼，果然还是怕死。谁怂谁孙子！我只是觉得这样瞬移太没意思，要不我瞬移你这墨镜，你瞬移我这墨镜盒，岂不是更有意思？大家觉得呢？确实交换一下更有意思啊！没错，交换吧，交换。这小子想干什么？难道已经看穿了我的魔术？不可能，在场那么多魔术师都没注意，怎么可能被他发现？怎么怕了？那你还玩什么？认输吧！你放屁！我岂会怕你？还就还！来吧，开始你的瞬移。小子，你提出还道具，打断了我的魔术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要不你先来？也行。看好了。我的墨镜已经转移到那位朋友的包里。我竟然真在我包里！该死，竟然真的被他看穿了。刚
刚进场就为了表演魔术提前布局，虽然瞒过了所有人，可惜逃不过我的眼睛。而且我用他藏的墨镜表演了瞬移，而我根本就没藏墨镜盒，我看他怎么演。不可能，他肯定是托，是你们大家人给他找的托。墨镜是你临时变出来的，就算我能提前找托，又怎样找和你一样的墨镜呢？你们大夏人狡猾奸诈，谁叫你们怎么做到的？既如此，那我再给你表演一遍，总行吧？辛苦把墨镜还给我。看好了，这小子想干什么？现在墨镜瞬移到你身上，你自己总不能是我的托吧？你可恶！他什么时候把墨镜塞在了我的口袋里？表演结束，该你摄影墨镜盒了，开始吧。跟紧啊！最拿手的空间魔术。表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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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演。可恶！我认输，我认输总行了吧？这小东西竟然能把江户川逼到认输，该死！这小子竟然就这么赢了。若是他再赢一局，宫野横江就输了，到时候我们魏家恐怕就……闭嘴！江户川一输，宫野横江必定亲自出手，这小子怎么可能赢？竟然能逼江户川认输，老子输的不远，有点意思。那你还等着吗？切啊！哎，够了！老东西，你要耍赖？留他一命，这回你输了，老夫也留你一命，一命换一命，如何呀？等我输了，老东西够狂啊！不用你留，老子不会输。小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放眼全球，除了米奇，还没有人敢给老夫劝，不会输。你让他赶紧切，下把证明给你看。切啊！你倒是切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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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切你到底怎么样可以答应？想保命，至少得有点诚意吧。来，跪下来，磕一个。竟然让江户川给他磕头，这小子是要将他踩在脚下呀！够狂！不过，挺爽。休想！那就切腹吧，我又不逼你。你，师傅，闭嘴！小子，够了吧？啊！我说的是磕一个。八嘎！现在够了，来吧，继续。小子，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。手下败将，隐隐狂飞。够了！小子，第二招，你想怎么比？还是那句话，我无敌，你随便。够狂！既如此，老夫想跟你切磋对应开花。干嘛？对影才花，宫野横江的巅峰之作。剪花的影子，被剪的地方竟然会跟着断，诡异之极。据说这个魔术至今除了米奇，无人可破。如今米奇已死，再无人知晓其中秘密。显然，墨泽羞辱江户川，激怒了宫野横江，上来采用最强一击。墨泽敢应战吗？只要你破解了老夫的对应拆花，便算你赢。当然，你若是觉得难，看在你暂留江户川性命的份上，老夫可以换个项目。小泽，对眼残花绝非寻常，咱们换个项目，千万别比这个。
放心吧。说随便你就随便你，开始吧。好，狂妄，过会儿看你怎么死。开始吧。哎，在正式表演开始之前，大家都可以上来检查检查，甚至可以用剪刀试一试啊！我来，我也来。小子，要不要亲自查看一下？不要。既如此，那就开始吧。哇，这就是对影才华吗？果然神奇，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。天哪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小子，该你了。让我研究一下。多年没见，这老东西还是真有点长进。道具上处理精微多了，几乎连我都差点看不出痕迹了。关键是，能捡的似乎只有那一枝一花。这老东西显然早就计划好了，一条路都不给我留。这小子怎么还不动手？对影才华哪那么容易？让你狂，死到临头了吧？欧阳大师、薛大师到。欧阳会长，正好一起见证一下我和莫会长的比试。能亲眼看到对影才华，老夫也是大饱眼福呀。另外，老夫还将宣布一件事情：鉴于此次比试意义重大，且莫泽小年纪便为国出战，大夏魔术师协会主席团一致决定，如果莫泽赢下此次比试，可直接破格接替米奇先生，担任大夏魔术师协会下任会长。直接担任下任会长。他要是真的能赢，实力和功劳都足以服众，的确有资格担任会长。有道理。哥，怎么会这样？协会怎么会这么看好莫泽？这要是莫泽成了会长，那咱们魏家就……蠢货，动脑子想一想，这是给死士画大饼，懂吗？在古代，死士出征，主子都会给他们画大饼。第一是提升士气，让他们拼命；第二是彰显自己的胸怀气度。但是这最终呀，能吃到饼的，又能有几个？你的意思是莫泽必死无疑？为了彰显重视和关怀，协会才会这么做的？没错，让一个小孩送命，网上对协会意见很大，协会必须表明态度来。反正这饼，这小子也没命吃，再画大点又能咋样？你也看到了，宫野横江刚一出手，这小子就没辙了。等他输了第二局、第三局必定会更难。你说他怎么赢？吓死我！我还真以为他要当会长。哼，等死吧就。破格任命，独具一格，不愧是大格局啊！可我看莫会长的样子，未必是有机会了啊！莫会长，怎么样？可以剪了吗？可以剪个屁！能剪的影子一共就2根，已经被你全剪光了。果然，
这小东西要输了。可恶，真解气，总算出了口恶气了。下一局才是绝杀，若是你赢不了的话，今日之后恐怕再无生机。谁说我演不了？不就是被你剪光了吗？让他再长上来再剪不就完了？长上再剪？他这是在干什么？知道啊。我看见了什么？对影残花竟然变成了对影掌花，天才，简直就是天才！才花变掌花，莫泽毕竟已经破解了对影才华，否则做不到这一步。巅峰之作被破，宫野横江输了。天才，这莫泽绝对是千年一遇的天才。不可能啊！除了米奇之外，从来没有人看穿我的对影才华。虽然当年被人看穿了，我特地进行了改良，怎么会被你看穿？不可能，我不信！你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对影才华已破，3局2败，愿赌服输，切腹吧。堂堂东瀛魔术师协会的副会长，连我们大夏的小孩都比不过。就这也敢约生死斗？哎，连输2局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切腹啊！切腹呀！切腹！切呀！切腹！没想到莫泽真能击败宫野横江，真是大长我大夏士气。那这破格接任会长的事情，自然是说到做到啊，否则全球魔术界怎么看我大夏？可他毕竟是个小孩啊！小孩怎么了？要不是这个小孩，你徒弟今天能从宫野横江手下活着离开吗？再说了，小小年纪就能击败宫野横江，如此天赋，未来不可限量，必能带我大夏魔术走向更高的地步。我劝你千万别胡来。好吧。可恶！爸，爷爷，这臭小子要真当了会长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爸，我怎么知道？宫野副会长，大家可都看着了，可不要让东瀛蒙羞啊！我知道，不求你提醒。小子，老夫愿赌服输，但是在死之前，老夫还想加码再赌一局，敢吗？啊？说的好听，还不是想耍赖？我没兴趣，赶紧切吧！小子，先别着急拒绝，先听听老夫的条件，然后再做决定。若老夫再出条件加码，交出东瀛魔术协会在大夏所有的魔术馆，如何？东瀛在大夏的所有魔术馆，可是东瀛几代人在大夏的积累，至少得7败做吧。这老东西为了活命，可真舍得加码。据说东瀛间谍一直借助魔术馆为掩护，在大夏秘密活动。若能借其将其铲除，为了大夏，我就再比一局。好，说吧，最后一局你想怎么比？小子，我都加了那么多了，你是不是也加一点点？说吧，你想怎么加？之前的比分所有清零，咱们就一局定生死。老夫这个条件不过分。想靠最后一局弄死我？行，看在数百座魔术馆的份上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哎呀，这次我来特地准备了压箱魔术，原本打算碾压天海之后留给横推大夏魔术协会，没想到今天用在了你身上。
来人！不知道这宫野横江打算表演什么啊？压箱底的魔术就这么点东西啊？宫野横江既然打算靠它翻盘，那必定非同一般。各位，就在上个月，老夫侥幸破解了魔术界的未解之谜扑克宿变，今天刚好拿出来和莫会长切磋一下。什么？这宿变？魔术界10大未解之谜之一的扑克宿变，宫野横江真的能破解如此绝技，不愧为东瀛第一人呐！小子，没想到吧？即便是米奇在世，也破解不了。我不相信你可以解开。这些都是普通牌，大家可以随意查看。小子，你也要查看一下吗？当然。我也想看看。我也来。两位，这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确实是普通的扑克牌。莫会长，没问题，你继续。各位，那就开始表演了。这边都是红色，没有问题吧？可另一边，竟然全部变成了蓝色，果然是宿变。还没有结束，大家看好了。这不是特效吗？这么多眼睛盯着呢，肯定不是特效。看来宫野横江的确参透了扑克宿变，这一局获得危险。小泽，没事，别慌。小东西，这时候了还强装镇定，有用吗？让他继续装吧，反正都快死了。各位，各位，如果有兴趣，可以试一试啊！我来。这是这也行？小子，你要不要亲自上手试试？死之前能体验一下扑克宿变，对于魔术师来说也算是难得的荣幸了。徒有其表，只是学了些皮毛而已，我根本没有掌握扑克宿变的精髓。你问问你师傅，他敢让我上手吗？这小子怎么知道我没有完全研究明白？徒有其表，什么情况？难道这真不是扑克宿变？一派胡言！分明是这个小子破解不了，所以血口喷人，污蔑我师傅。是不是污蔑？你师傅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难道他真看出了什么？不可能，扑克宿变哪能这么容易看破？小子，少在这信口雌黄！老夫潜心研究这么多年，岂能容你污蔑？是吗？那我就上手了。干什么？说好的让我死之前感受一下扑克宿变的，怎么怕了？我怕什么？江户川说的对，你切腹之前能亲自感受一下扑克宿变，你死得不亏。怎么会这样？
这小子摸完牌之后，怎么颜色不变了？让我。师傅，师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徒有其表，玩不转呗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没有掌握精髓，还敢让我上场，谁给他的勇气？闭嘴！我不信。难道宫野横江真没研究明白？很可能。随便上个手就讲了宫野横江的魔术，这样很有可能才是真正破解了扑克速变之人。他妈了个屁！可能是哪里出现了什么问题？小子，你若真的破解了，就表演吧。你若真的表演成功了，我立马认输。你说的。米奇都没能破解的扑克速变，我不信你能够破解。谁告诉你米奇没有破解的？只是没告诉你而已。自以为是的蠢货！看好了。难道他真的破解了扑克速变？今天就让你见识下什么是扑克速变的精髓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哎，让我试试。我也试试。不可能！我不信！他们都是大仙人，都是你的错！对，一定是你们大仙人，你们狡猾奸诈。我们敢让你上手，你敢让我们下手试试吗？当然，我的扑克速变绝对经得起你们上手。能在死之前感受一下扑克速变，你们死的不亏。这怎么也成功了？师傅，这怎么回事？都说了，他只是学了个皮毛而已，自己都没搞明白，还怎么回答你啊？好，这才是真正的扑克速变，不仅能变颜色，还能变硬币，甚至变消失。哼，比宫野横江的表演高明多了。看到吗？这才是真正的扑克速变，切腹吧！宫野副会长，刚才的比试你们确实输了，刚才已经耍赖了，总不能再赖账吧？没错，切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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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闭嘴！八嘎！可恶的大仙人，奸诈狡猾，杀敌不武，老夫不服！想要老夫的命，做吧！做吧！堂堂东瀛魔术协会副会长，上门踢馆一局没赢，一路耍赖，简直是无耻至极！太无耻了！你是魔术界的耻辱！闭嘴！想要我们师徒的命，可以再来一局。哼，比个屁！输了你又耍赖怎么办？谁经得起你这么耍赖？太不要脸了！别跟他废话，耍赖，让他切腹！上！都给我站住！我让谁敢来？就你有刀是吧？等一下，我
可以加码，若是我输了，我可以再加一条。东瀛魔术协会此刻臣服于大夏，成为大夏魔术协会分会。老东西，你现在说话跟放屁！大家别信他，我们帮他揭幕。我可以签字画押。之前答应的魔术馆都先交出来。不愿意是上。好，我交。准备协议。说吧，最后一局你想怎么比？老夫一生还有一门绝学隐身术。手下败将，何必多问最后一句？小子，别大爷，准备一下。江户川，你做老夫助理。好的，老师。姐姐，你给我当助手。隐身术，偷偷把人藏在暗格里的把戏，有什么可？宫野横江既然提出来，应该有什么新闻。先看看再说。大家看过来，小子，丑话说到前面，老夫的隐身术不是那种悄悄的把人藏起来烂大街的魔术，是隐身后需要证明人还在原地。还有这种玩法，这么高级？一样，开始吧。这么自信吗？看来这一场要比想象的精彩。好。有点高端啊！再起！大家不要眨眼睛！这就没了，这么厉害？就是不知道江户川像不像宫野横江说的，还在摆空。江户川，接去！竟然真在！小子，可以了。华而不实，太花哨了。记住了，最高端的魔术往往采用最简单的表演手法。他要干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哇，这也太炫酷了！怎么做到的？姐，接着。狐狸也在原位，真是隐身。果然都是高端玩家。不过莫泽的表演明显难度更大，更精彩。没错，视觉更加震撼。你们都是大家人，都帮着他。那你想怎么算？最多算平局。平局可以，你们师徒的命和东瀛魔术师协会的臣服，我都可以不要。但东瀛在大社的所有魔术馆归我。毕竟你之前连输3局，总得表示一下吧？可以。大力变身成！傻蛋，害得我们师徒身败名裂，你真该死啊！莫德小心，他不是悬在天上的吗？障眼法而已。而且我们表演的不是隐身术，是瞬移。小子，死吧！好了，我们也是瞬移，再往前一步，死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莫离竟然也不在原地，那纸飞机也是障眼法，这就是巅峰对决吗？精彩，真是精彩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弄这狗日的上！哎呀，你放开我！比不过就下黑手，真是卑鄙！来人，报警！
放开我！我们是东瀛人，你们无权阻止我们。我们对莫泽的小厮动手了，但是没有进行实质性的伤害，你们无权抓我们。没有对莫泽造成实质性伤害，那米奇呢？是你们害死的吧？什么？你胡说！奇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闭嘴！证据确凿，岂容你狡辩？等着被判刑吧，带走！真没想到，堂堂宫野横江竟然会输给一个小孩。哎，什么小孩？现在是莫会长，咱们大夏魔术协会的总会长。如此年龄就能横压宫野寒江，莫会长一定会把我大夏魔术协会带到全新的高度。各位，莫泽虽然年轻，却能完胜宫野横江，展我大夏士气。老夫代表大夏魔术协会，将破格特邀莫泽接替米奇大师担任会长。大家可有意见？没有，我支持莫泽担任会长。我也支持。虽然这小子让我丢了脸，但不得不说，的确厉害。我支持他！支持！这臭小子，凭什么？我也支持。莫会长，之前多有误会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老夫一般见识。老夫和略图给您道歉，请莫会长恕罪。都怪你，就凭你也配惦记莫会长的姐姐，还不给莫会长道歉？莫会长息怒，莫会长息怒。之前的事我可以不计较，但以后都给我夹着尾巴做人。好。小哲，爷爷的好孙子，都怪爷爷一时糊涂。你现在是大会长啦，大人有大度量，你一定不会跟爷爷计较，是吧？对，小子，以前呢二叔糊涂，以后啊把你当亲儿子一样看啊。你看你赢了东瀛那么多魔术馆，肯定过来对吧？二叔以后帮你好好管理啊。小子，滚！你滚！你臭小子！我已经给你向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哦，你是铁了心不认我了是吧？老夫也不认你这个孙子，更不认莫川这个儿子。莫风，把好大两口子的牌位从我们莫家的城南给我扔出去！什么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不过是大厦魔术师会的会长嘛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可是莫家的家主，莫家的事我说了算。那是以前，以后不是了。本来不想和你们计较的，既然你们自寻死路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来人！你要干什么？这光天化日之下，你……这是咱们墨家的清明暗夜图。什么？这就是墨家内附在魔术圈赫赫有名的清明暗夜图。他想干什么啊？什么？这清明暗夜，这就是墨家失传百年的清明暗夜图吗？果然神奇！那天激活清明暗夜图的是你呀！墨家主训重现清明暗夜图为正统，现在我以墨家正统的身份罢免莫岐山家主之位，将莫岐山、莫风、莫海、莫通逐苦除名，逐出墨家。现在的墨家，你说的不算了。你休想！老夫执掌墨家几十年，你问问这些墨家的人，他认你吗？好，我们认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愿意尊秦墨为新家主，跟着莫会长，肯定比莫岐山老夫有强。而且莫岐山这个老东西，就知道帮着莫风这一家压榨族人，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你们看到了吗？人心尽失的老糊涂！来人，拖走！日后不准他们踏入墨家半步，死后牌位更不准入墨家私藏。你来！
小哲，爷爷错了，你高抬贵手啊！你看看爷爷这么大年龄了，要离开墨家，我怎么活呀？二叔错了，以后再不敢了。那个魔术馆我不要了，你别驱逐我去墨家，别驱逐我！对，小子，堂哥错了，堂哥真的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拖走！小子，姐姐，我们回家吧。